如果说2000年是内地影视剧走上正轨的一年，开启了内地影视剧最辉煌的那10年，那么2011年则是迎来大转变的一年。改变的不仅是电视台上播放的电视剧，还迎来了新一批观影群体，就是年轻的经网络文化熏陶的一代。他们则更喜欢看一些宫斗、穿越题材的电视剧。而湖南卫视在这一年牢牢地抓住了年轻观众的心。但2011年最经典的电视剧却不是出自他。2011年11月17日，神作《后宫甄嬛传》并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也没选择首播上新，而是先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地面电视台低调播出，积累了不错的口碑。次年3月份，在安徽、上海、江西、天津4大卫视首轮上新，亦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该剧改编自吴雪兰所著小说《后宫甄嬛传》，讲述了清朝雍正年间女主角甄嬛选秀入宫，从不谙世事的闺阁少女成长为善于权谋的圣母皇太后的故事。在当年众多宫斗剧中，《甄嬛传》妥妥的是一股清流了，没有雷翻天的剧情，时至今日仍然是不少人的下饭神剧。今年的枫叶好像不够红啊，那就赏夏长在一丈红吧。2011年，湖南卫视是绝对的王者，带来的5部宫廷剧，在全国省级卫视的收视排行中，全部进了收视率前10。最先播出的是于正出品、杨幂、冯绍峰主演的穿越宫廷剧《宫锁心玉》。此剧于2011年1月31日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首播。该剧讲述一个现代少女洛晴川穿越到清朝，在古代的宫廷中经历一番宫心计和男女情爱之后，回到现实中更加懂得珍惜当下的故事。尤其还记得当初被主题取爱的供养支配的恐惧。你没看过电视剧，但绝对听过这首歌。将你供养，只期盼你一听就流转了梦。2011年，琼瑶的经典之作《还珠格格》遭遇翻拍，李晟、海陆、张睿、李佳航等人主演的新《还珠格格》于当年7月16日登陆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该剧融合了老3版的剧情，但有着经典之作在前，对于本作来说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做了对比，此剧难免挨骂，但有热度在前，收视率再差，差不到哪去。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这版《还珠》勉强不看。分享你让我们情意相随，分享你让我们挥洒青春。当年9月10日接档《还珠格格》的是来自唐人的步步惊心，刘诗诗、吴奇隆主演。该剧主要讲述了现代白领张小英车祸穿越到清朝康熙年间，成为满族少女马尔泰若曦。她看透所有人的命运，却无法掌握自己的结局，身不由己地卷入九子夺嫡纷争的故事。唐人出品，质量肯定能得到保证。8.4的评分也让此剧成了湖南卫视当年播出的宫廷剧中评分最高的一部。故宫的那一场大雪，至今记忆犹新，好像那和《甄嬛传》的是同一场雪。能够拨云彩的光，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2011年9月30日，清室皇妃接档《步步惊心》，林心如、严屹宽获建华主演。该剧改编自慕容伊儿的同名小说，讲述了5代十国时期楚国、蜀国、北汉3大王朝间储君与公主之间爱恨情仇、恩怨纠葛的悲情故事。听说是霍建华和林心如的定情之作。当年年底，湖南卫视还播放了一部宫廷剧，描写武则天的《武则天秘史》，赵文轩、樱桃、刘晓庆、斯琴高娃等人主演。唯一记得的就是此剧3代武则天同台了。2011年作为宫廷剧井喷的一年，还有诸如安以轩主演的《后宫》、于正的《唐宫美人天下》等等相对冷门一点的电视剧上映，就不再一一介绍。除却宫廷剧以外，2011年都市情感剧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当年的全国年度收视冠军就是一部都市情感剧，没错，那就是《回家的诱惑》。邱瓷炫、凌潇肃主演，于2月21日登陆湖南卫视。该剧讲述了一个温良贤淑的柔弱少妇成长为独立坚强的都市女性的蜕变历程。此剧当年有多火，自不用多介绍，洪世贤的经典台词一直流传至今。当年还有琼瑶御用导演沈怡拍出的《夏家3000金》，于1月22日登陆安徽卫视，是安徽卫视2011年年度收视冠军。蜗居导演滕华涛制作的《裸婚时代》于6月11日登陆江苏卫视，也是当年话题十足的一部电视剧。由此可以看出，在当年唯一能和宫廷剧分庭抗礼的，就只有都市情感剧了。我用9年的时间明白一个道理。洗劫打败爱情，
2011年，抗战剧有佳作诞生，但也神剧频出。黄彪导演徐纪周带来了一部永不磨灭的番号，讲述了李大本事带领着被他忽悠来的战友们，组成了一支没有正规建制番号的县大队，在敌战区浴血抗击日寇的悲壮故事。黄志忠、张丰毅主演的《中国远征军》讲述了以2支传奇之师为代表的中国远征军在铜鼓战役、仁安羌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悲壮经历。2部作品放到现在，皆是抗战剧中的佼佼者。但2011年也诞生了2部话题十足的抗战神剧，一部是张子健、梁光华主演的《飞虎神鹰》，抛去战斗力十足的燕双鹰以外，此剧的剧情其实也可圈可点，毕竟有钱雁秋加持。但另一部则是彻头彻尾的神剧。2011年2月28日，在太原影视频道播出的《抗日奇侠》，手撕鬼子就是出自他。2011年，《亮剑》也遭翻拍，新《亮剑》于12月18日在浙江卫视首播。2011年，一部军旅剧成功出圈，《我是特种兵》于2011年1月14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首播，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和收视率。而神话武侠剧有限的几部皆是难以出圈。时隔6年，《春光灿烂猪八戒》系列再度重启，《春光灿烂猪九妹》于2011年1月23日在安徽卫视首播，却扑得悄无声息。神话巨制女娲传说之灵珠于2011年1月16日在四川公共频道首播，一开播就深陷抄袭丑闻。内地首部以12生肖为题材的电视剧《12生肖传奇》于1月11日在江苏综艺频道精品剧场首播，也是反响平平。武侠剧更是惨不忍睹，王晶版《大唐双龙传》，焦恩俊的《侠影记》，潘粤明版《瓶中侠影》，赵文卓版《七侠五义》，谢霆锋的《剑侠情缘》等等武侠剧悄无声息的播完，没留下一点关注度。唯一有点讨论度的武侠剧，恐怕就只有小沈阳的怪侠欧阳德了。可是这部电视剧也不算纯种的武侠剧，也许2011年变得不是电视剧，而是观众，导演也要迎合观众的口味，毕竟收视率足以说明一切。